这次世界杯感觉离我们特别近，西雅图的首场比赛刚刚结束，法国队马上也要亮相了。我们家孩子在读法语学校，今天看到很多孩子都穿上了法国队的战袍，正好借着这场球聊个我一直想聊的话题：学语言。孩子在学校主要学法语，也学英语，家里我们说中文。我们有朋友也是一样的情况，最近特别纠结，孩子中英文都要学，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为什么还要塞一门法语进去？会不会把其他的语言拖累了？往大了说， AI 时代，孩子到底还有没有必要学外语？所谓学语言，学的到底是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 ZZ 爸爸，主业是 AI 产品经理，太太是儿童心理学家。这一期里，我会分享一些特别脑洞大开的思路。如果你在犹豫要不要让孩子多学一门语言，这期视频可以给你一些全新的视角。我们把时间轴拉长10年以后， AI 无处不在，是不是用什么语言也无所谓？我们来展开聊。本来大家都觉得学语言是为了跟人沟通，语言是个工具。现在有了 AI， 可以帮你实时翻译，你可以跟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聊天，毫无障碍。最近 YouTube 也开始有了 Auto Dubbing， 直接自动配音，把你本来的视频配上各种语言，真正做到内容无障碍了。语言的工具属性被极大的压缩，那还剩下什么呢？是语言作为一套认知系统。斯坦福有一个很有名的研究，讲的是语言怎么塑造了我们的思维。换句话说，不同的语言会给你的大脑装上不同的设置。这有点像是学乐器，你让孩子学钢琴，不是为了让他一定要去做音乐，可能是培养他的乐感、节奏。学语言也是一个道理，简单翻译的任务交给 AI 就好，真正留下来的是这门语言在他脑子里搭起来的那套框架。多一门语言，你就多了一套看世界的框架。认知科学里有研究支持这个，多伦多大学有团队做了几十年的双语研究，发现长期使用多种语言的人，大脑会有更多的 cognitive flexibility， 也就是思维更灵活，因为他们的大脑天天都在好几套系统之间来回切换。就说法国队的姆巴佩，法语、英语、西班牙语随便切换，顶级球员里会好几门语言的特别多，这不是巧合。语言这种学习跟很多别的能力在底层是相通的，练的都是快速学习新东西，在不同系统之间灵活切换的能力。多语言的环境就是一个人最早期的训练。说这个框架可能有点抽象，我来举一个我自己感触比较深的例子，就是中文和英文。中文更务虚，英文更务实。中文是看感觉的语言，很多话主观和客观是混在一起的。同样的一句话，具体的意思得看语气、看场景，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读。英文呢，更喜欢把话讲在明面上，它逼着你分清楚哪些是事实，哪些是观点，哪些是感受，没有谁高谁低，只是不一样。中文擅长用很少的字传递一堆说不清但你能感受到的东西，重感受轻定义。英文擅长把一件事拆开，讲的是精确。这一点我天天用 AI 下来，感觉也很明显。有一些需要清晰计划的，我会用英文，指令更明确。有时候做图，我会用中文，让它更好的懂我想要的那个感觉。哪一个语言能说到位，我就用哪一个。所以每多掌握一门语言，就是多了一套体系，去精准地说出你的需求。每一种语言都是一副不一样的眼镜，看世界的角度不一样。我们家孩子最近学了一个法语的新词，回来跟我分享 arc-en-ciel， 就是彩虹，直译是天上的拱门，是形状又多了一层意境。英文是 rainbow， 雨后的一个弯，抓的是它的成因和形状。而中文呢，彩虹强调的是它的颜色。同一道彩虹，3种语言各自抓住了完全不同的东西，颜色、成因、意境。你每多会一种语言，对它的理解就多了一面。我们再把脑洞开大一点，
当每个人都被 AI 武装起来的时候，大家都可以用自己的母语去无障碍的沟通，用什么语言是不是就无所谓了？我觉得恰恰相反，90%的意思完全可以传达出来，但最后的10%就要看谁能把那个微妙的东西用最精准的语言挑出来。一个可以用很多种语言的人，比起一个只会用一种语言的人，能传递的东西可能会丰富很多。你会的语言就是你思维的像素，语言越多，你就能描绘出来的那个世界就越清楚，那个被 AI 放大出来的你就越丰富，越接近你自己。讲到这儿，回到我朋友最担心的那点，3门语言一起学，会不会每门都被拖累？这个担心背后藏着一个假设，大脑容量是固定的，分给了法语就少给了中文和英文。短期来看确实是这样，多语言环境的孩子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每一门语言的提高速度会比单语言要慢一些，这是事实。但我之前看过一个 Netflix 的纪录片叫 Babies， 里面专门有一集讲的就是婴儿在还不会开口说话之前，大脑其实就在处理语言了。这个华盛顿大学的团队专门研究婴幼儿的大脑，他们发现人的大脑有一个语言学习的黄金期，在那个阶段大脑的可塑性非常高，也就是说神经通路很容易连起来。我自己孩子身上也有这种体会，英语和法语里有些词拼写是一模一样的，他在英语的故事里可以用英语的规则读，在法语的故事里就用法语的发音，来回切换根本不费力。你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他的脑回路很快。我们成年人想学一门外语觉得好难，像是要把脑子重新接一次线，但孩子不一样，就像是在一张还在扩展的网上多长出了新的脑回路。所以如果担心的是语言太多会干扰，其实小时候大脑本身是有很大潜质的，短期慢一点不要紧，后面会有爆发。最后我还想说一个大家很少提及的一点，是我很个人的感受，也是我们家非常在乎的，就是学校的文化和孩子的身份认同。这么说可能有点反直觉，在一个法语学校，我反倒看到了孩子们对自己更强的身份认同。我观察到的情况是这样的，在美国很多的学校，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，哪怕拼命强调 diversity， 底下都有一层很强的美国主导的文化，其他的文化好像都是边缘的，你得去适应那个主流，孩子也会很想去 fit in， 不想让自己显得不一样。但在我们这所法语学校完全没有这种感觉，法国不是主导文化，美国也不是。每个人首先有一个共同的双语的身份，然后呢，父母是哪里来的，家里讲什么别的语言，是一个加分项。孩子们会很自然地聊起来，谁家是巴西的会说葡萄牙语，谁家是埃及的会说阿拉伯语。讲3种语言的家庭很平常，没有人需要把自己藏起来。孩子们也觉得这样很酷，甚至还有法国小孩冒充自己会中文。一个从小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孩子，反倒对自己华裔的身份特别自信，而且将来还可以帮他们自如的跨文化来回切换。所以回到一开始的问题，学语言到底学的是什么？远远不只是沟通，那部分 AI 完全可以替代。孩子学的是一套思维框架，从小就能在不同的世界之间自由切换。觉得这一期有点启发的，点个赞关注一下。你有没有在考虑让孩子学什么语言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，我们下一期见。